呢，是我们公司的小楼。如果把它压缩，再压缩，直到沙粒大小，那它的密度也相当于在地球的体积内塞进1个太阳、1万个太阳、5000万个太阳。恭喜你制造了一颗中子星。它不仅具有恐怖的密度，还有巨大的磁场，以至于发出的光都只能从2个磁极射出。再加上它本身的自转，让地球上的我们像看灯塔一样周期性的接收到这样的脉冲信号，因此也被称作脉冲星。有的甚至1秒就可以转将近700圈。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人类当前发现的4000多颗脉冲星，按它们真实的位置、真实的自转频率，在银河系里全部标出来呢？等一下，4000多颗脉冲星的位置怎么找？都在这儿。接下来你会看到宇宙真的在为你闪烁。而其中用橙色标出来的这些脉冲星，都是由中国科学家探测到的，靠的就是它——中国天眼。今年也正是它建成的第10年。你现在听到的就是由天眼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转化而成的声音。虽然当它们抵达地球时，能量微弱到只有1通电话的10亿分之一。但幸运的是，中国天眼足够大。有多大呢？大约这么大，也就可以煮20亿锅火锅。500米的超大口径也正是 FAST 名字的由来。也只有如此尺寸，天眼才能接收足够多的能量，发现极其微弱的信号，获得极高的灵敏度。并且根据这个分辨率公式可以看到，在探测波长一定的情况下，当望远镜的口径更大，这个角度的值就更小。也就是说，即便2个物体仅仅相距0.05度，拥有巨大口径的天眼也能分辨。不仅如此，中国天眼还足够快。这是在天眼建成之前，人类最大的单口径球面望远镜阿雷西博。除了尺寸，你能看出它们在形状上有什么差别吗？确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球面。但注意，天眼要变形了。当你凑近看，就会发现，天眼其实是由4450个表面遍布小孔的反射面板拼接而成的，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锅。支撑这些反射面板的是6670根钢索组成的锁网。每一个锁网节点的背后又用下拉锁连接了一个促动器，总共2225个。通过它们的伸缩，就可以让反射面发生变形。这样一来，这口500米口径的大锅中可以诞生一块300米口径的抛物面，从而利用抛物面具备的天然焦点，完成所有信号的聚焦和接收。但如果是球面，就只能自然聚焦成这样。这也是为何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在过去只能采用一根长长的天线来接收信号，或者通过3次反射才能完成聚焦。这也让整个接收系统的重量超过了1000吨。如果天眼也采用这样的方式，那用来接收信号的馈源舱将达到恐怖的上万吨。但它如今实际的重量仅仅只有约30吨。并且可以随着抛物面的变化而移动，始终位于焦点上接收信号。所以天眼不仅可以像阿雷西博望远镜那样，利用地球的自转被动地扫描一片天区，还能主动出击，搜索更大的目标范围，巡天速度是阿雷西博望远镜的10倍。于是近年来科学家们每年发现的脉冲星中，有1半以上都来自中国天眼。当
当然，要做到这些，除了快，还要求天眼的运行足够准。如果你能在晚上站在天眼中，或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这每一颗闪烁的星点，都是一个能反光的靶标。它们和下方的促动器一样，连接在每一个锁网节点上。配合全站仪的测量，就能确保反射面以2毫米的精度精准变形成抛物面。而在上方移动的馈源舱，则可以通过外部6根钢缆的准确牵引，加上内部的6杆伸缩平台精确调整，以10毫米的精度精准抵达焦点。随后再通过能同时接收19个波束的接收机，以及能反复弯折10万次以上的光缆，就能完成信号的采集和传输。可是10年来，科学家们为何要费尽心血，用如此庞大而精密的装置去探测那些距离我们如此遥远的星星呢？这真的有用吗？如果你在地球上，太空中的40多颗北斗卫星能为你实现全球导航。但如果有一天人类飞出地球，甚至飞出太阳系呢？此时此刻，那些自转周期极其稳定，要几千万年才会变化1秒的脉冲星，就是你最准确的灯塔。当我们从太阳系出发，向这颗脉冲星画一条坐标轴，那你的飞船在这条轴上的坐标就在这里。一旦这颗脉冲星足够远，这个坐标点和脉冲星的距离将无限接近于飞船和脉冲星的距离。这样一来，只要分别测量飞船接收到脉冲星信号和太阳系接收到信号之间的时间差，再乘以光速，就能得到这个坐标的具体数值。类似的，只要找到3颗不同方向的脉冲星，就能在一个3维空间里定位出你的唯一坐标。恭喜你实现了星际导航，你眼前的脉冲星图就是一张我们自己绘制的宇宙地图。当然，这不是脉冲星研究的全部，就像脉冲星也不是天眼探测任务的全部。除了每个月2天的检修和维护，天眼几乎全年无休。可即便如此，相比浩瀚的宇宙，500米口径的天眼也如同沧海一粟。想看得更远，看得更清，天眼就不能只是孤军奋战，而必须联合起来。预计到2030年，科学家们将在天眼周边再建起64台口径为40米的射电望远镜，它们将和天眼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相当于60公里口径的望远镜阵列。未来，他们还要和北京、上海、吉林、新疆、西藏、云南等地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相当于全国口径的望远镜阵列，再和位于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相当于地球口径的望远镜阵列。甚至有一天，我们还要和运行在月球附近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以地月距离为口径，实现更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看向宇宙的更深处。尽管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还有多少个10年，但我们相信更多关于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生命起源的奥秘一定会被一一揭开，也永远会有一代代人用生命和文明的瞬间去探寻永恒的星辰。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从低等的生命演化成现在这样，出现了文明，就是它有一种对未知探索的精神。发斯特的主体建设基本完成，希望后来者们有运气能够做出巨大的天文成就。感官安宁，万籁无声，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进入大无垠的广袤